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时宜居，我是王太。这一期在墨西哥市最大教堂的钟声中展开墨西哥城的旅行。进教堂前，工作人员会告知注意事项，例如得按照固定的门出入、脱帽子、不能用闪光灯照相等等。这个教堂1573年开始建造，1813年完工，位于墨西哥城中心宪法广场的北边。点一支蜡烛许愿，要捐献大约台币20块。教堂内部是华丽且金碧辉煌的巴洛克设计，同时有罗马建筑的廊柱。这是教堂和宪法广场旁的商店街，是游客必来的地方，随处都可以看到街头艺人的演奏、演唱或表演。每个街头都看得到警察，总统府也在旁边，所以治安应该没有问题。这是离大教堂车程约30分钟的美术馆。有如歌剧院的圆顶建筑，吸引了很多人从不同的时间或不同角度拍照。美术馆内部不能拍摄，大约花几个时间欣赏一下知名画家的壁画，还有现代艺术展览。墨西哥城里有许多绿意盎然的大公园，公园的特色是都至少有一个喷水池和大大小小的雕像。这是阿兹特克王国留下来的大神庙遗址，位在影片一开始的大教堂下方。四周的建筑物都比较新，因为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都倒塌了，随后才慢慢重建的。在大神庙以北，车程约30分钟，是瓜达卢佩圣母堂。旧楼因为地震已经倾斜，所以另建造新的圣殿，现在可以让至少1万个人同时参加弥撒。这是瓜达卢佩圣母像，有许多神迹的传说，是墨西哥人的守护神。离开圣母堂，上了高速公路，看到许多缆车在上面穿梭。这些缆车是住在山上收入较低的人们每天的重要交通工具。我很好奇，这些重装备的军人要去哪里？墨西哥市大约有900万人，山上的房子非常拥挤，住着很多人。约莫45分钟车程，在圣母堂的东北边，来到了墨西哥的金字塔。地底下一个一个的房间是早期的墓穴，通道狭窄。疫情前可以爬到金字塔顶，现在还是关闭的。留存的墓穴旁的壁画仍然保持原来鲜艳的颜色。墨西哥金字塔的顶是平的，埃及金字塔的顶是尖的。这是月亮金字塔，高42公尺，中间是亡灵祭祀大道。有许多贩卖纪念品的摊贩。这个是太阳金字塔，高64公尺。这是一个观光工厂，正在介绍墨西哥的特产龙舌兰酒。巨大的琼麻可以做纸、织布和酿酒，非常有经济效益。这喝酒的仪式和台词在西班牙语系都行得通。观光工厂有附设餐厅，提供传统的墨西哥菜，并且有音乐和舞蹈的表演，请大家观赏一下吧。
王太对原住民的文化了解有限，但是从舞蹈和音乐所传递的生命力非常的感动。如果菜单上有墨西哥巧克力酱炖鸡，我一定会点，配上咸的黑豆，米饭放了一点玉米。这是墨西哥城里的室内古董市场，有店面的店家会在平日和周末开店，所有的小摊只在周末的时候才会来做生意。在民宿附近的一个公园，周六会定期举办绘画艺术展。有的艺术家会特别要求别拍照或别录影。来逛的人有不少是当地人，看中了哪一幅画，价钱谈好，就直接连画框都抬走。订了餐厅吃饭，去的路上发现2个惊喜。第一个是经过这个基金会或教会的时候，远远就听到了很棒的现场演奏，凑近一看，居然是中学生。我觉得表演得很有水准。第二个是经过了一个花卉市集，差不多是建国花市的大小，好像是这个周末是宪法纪念日的长周末才有的临时市集。墨西哥人的热情奔放，可以从他们爱花的程度看得出来。很多街道的一角都有卖花的小摊。王太问了一下一株兰花的价格，大约台币360元。这家法式餐厅在 TripAdvisor 排名很高， Google 也有4.7颗星，食物和服务都在水准之上。这几天都吃墨西哥菜，换个口味挺不错的。我把餐厅的地址和名字放在下方说明处。这个墨西哥菜场水果都排得很整齐，影片中像大颗奇异果的水果，切开来是这样的，吃起来像很甜的木瓜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墨西哥人把凉薯当水果，王太在家常拿它来替代马蹄。各种蔬菜的花也可以入菜，蔬菜装在盒子里，也整齐的立正站好。火腿腊肉摊常常在市场最里面，店家小哥很热情打招呼。哇哦，一字排开，我只认得蝎子。之前在其他市场里看过酥炸蚱蜢，今天真是开了眼界。据说这些虫有不同的功能，都是拿来泡龙舌兰酒。第一次看到羊肉这样卖，希望这一集不要被禁播了。这些是处理过的兔子肉，起司也在墨西哥人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。
这一摊卖的是泡了各式虫虫的龙舌兰酒，也提供试喝的服务。这里有糖渍的东西，南瓜、荆棘、仙人掌果，黑色的是无花果，左下方的是地瓜。接下来带大家去另一个市场，感觉到许多差异。左边这是墨西哥著名的酱料，每一种酱料略有不同。简单说来，这个市场是本地人会来采买的市场，也适合做生意的人来批发采购。所以商品不像前面的市场排得精致整齐。墨西哥的鸡大多偏黄，可能吃很多的玉米饲料，在台湾应该叫玉米鸡吧。鸡蛋的蛋黄也是偏橘黄色。这是海鲜的摊位。出了菜场，回民宿路上，看到墨西哥市很真实的另一面。900万人的大都市，有很多人是得兢兢业业、努力工作，才能养家活口的。这条街是著名的观光街。现在是星期六早上11点，跟刚才的菜市场分属于不同区。两旁的酒吧已经开始做生意，已经看到有些人坐在户外喝酒。这种切好的水果小摊也常在街上看到，吃的时候会另外加摊子上不同的调料。这家吉拿棒店1935年就开了，现在有不少分店。这是我点的大份，台币40块，可选只加糖或加肉桂糖。这家吉拿棒就花俏多了，不仅有造型，还可选蘸酱。像在西班牙沾着巧克力吃。我以为这2根都是我的，结果我的只有1根。除了选不同的蘸酱，还可选2样东西在酱料上。这1根台币40元。星期一早晨7点半的墨西哥市街头，从大家走路、开车的样子看得出来，人们是要赶着上班上课的。这里靠近捷运站，人潮很多，店家也是早早开门做生意。这是一家帮狗狗做美容的店，里面有一只很贵气的狗。墨西哥市养狗的人很多，还有专人帮忙遛狗。塔可玉米饼是非常著名的小吃，附近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办事处，所以上班洽公的人很多。遇到中午吃饭时间，大家人手一盘玉米塔可饼，或者再配上1瓶可乐，形成了人墙，很特别的景色。这家玉米塔可饼店在批发市场的转角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3个饼台币180元。王太先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看着大家吃得真香，决定也点2个尝一尝。其实我最喜欢上面的沙沙酱和配菜，可是不能加太多，会把饼泡烂了。常常听闻媒体对墨西哥治安的报道，
在墨西哥市的这段时间，特别在晚上出来亲自体验一下。这条街在影片前面出现过，早上是酒吧，晚上配上重摇滚乐，摇身一变成了 pub。今天是周末，每一家生意都很好。这2个年轻人看到我们在录影，故意跳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拍下来。路上人来人往，时不时也看到警车。虽然现在已经晚上10点，王太和王先并没有觉得不安全。街的另一边是著名的商业区，一眼望去都是商业大楼，很多楼层仍然灯火通明。对了，墨西哥市的人很喜欢跑步和骑脚踏车。每周日这条路的特定时段会封锁，只让人跑步、散步或骑脚踏车。路上车子很多，晚上10点还会塞车。虽然主干道车水马龙，让人行走的区域却也非常友善，走起来很舒服。累了也可以坐一下。请大家看一看墨西哥市商业区的夜景。这家是贡茶，我在墨西哥市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分店。现在要走回民宿。王太尽力在这短短的时间呈现墨西哥市不同的风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并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